张兄，你是人是鬼？张兄，你这是？我每次施展完镜花水月术之后，都会昏睡2日，不足为奇。怎么回事？这种情况闻所未闻呢。无事便好。张平，你便在我府里休养吧。栾大人，何事？这个世上没有李娘这个人了吧？死在忠魂岗上，他父兄母间，也算是死得其所，免了心绪的折磨。那半月楼里的知情者贾老板、知夏姑娘，也皆被你们封口了吧？欢场营生，谨言慎行，本是立身之本。既然线索都被栾大人断了，那死无对证，我便告辞了。大人，您养了多年的金鱼被人喂死了。小鱼啊，你说我张兄命运怎么这般坎坷呀？陈公子，你朋友不行了。你自己看吧。渔夫不知饥饱，有食就吃。你为了这么多，活活把我家大人养了5年的金鱼给撑死了。对不住啊，方才一时情急，这金鱼哪里买的啊？我赔给大人。你知道这金鱼值多少钱吗10两？100两。这么贵？对，就是把我全家老小卖了，我也赔不起啊。罢了，我府中刚好有些活计，需要苦力，你来做工抵债，如何？要我在蓝府洒扫庭院，还是下厨炊煮？只要蓝大人不嫌弃就行。这100两得干到什么时候啊？哎，你家可有人能陪你一起以工抵债的吗？这个事情因我而起，我陪陈秋留下打工还债。难得你兄弟情深，那剩下的就由旭东来安排。遵命，大人。谢蓝大人。刚出门就发现2条金鱼吃翻了肚皮。陈愁之前一直在鱼缸前流连不去，心想这不正好借故把他2人留下。眼下事情才刚解决，若他2人出去把话传开，难保不再起风波。让他们一时半刻无法脱身便好。是，大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柴房就归你们管了。这些都得批完，一定要批整齐啊！我家大人的吃食是十分讲究的。那我们住哪儿啊？当然住柴房。战兄，都怪我，还连累你困在此处。我要是不留下，你得干到下半辈子。这些活分明要干10几天呀！果木一
熏烤，松木一爆炒，栗木一炖肉。这儿也有。蓝大人来了。嗯，张平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同的饭菜要不同的柴火烧，这样味道会更好。蓝大人，张兄的意思是，他在劈柴和洗柴之余，秉持着对饮食一贯的悉心钻研，发现呢，这不同的饭菜和不同的柴火搭配起来也有其门道，所以呢，就将这些柴火做了分类，以便于提升蓝府的餐食品质。原来如此，甚好，甚好。张平，本官只知道你好探案，没想到这杂役做的也是如此有天分，在这柴房也是如鱼得水啊。还好。那本官还要谢谢你了。当然不必客气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大人若觉得满意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？这么多的柴火，就凭你们2个人，几日就劈完了？蓝大人，请看，这便是张兄打造的劈柴神器。张平，你来演示，我来解说，默契点儿。只要把木材放进神器内，这个框架便会将木头框住，使其活动范围变得很小。哐当一锤子下来，木材底部将会瞬间接触到斧头上，便会一分为二。张平，你再多来几次啊，让蓝大人看看什么叫做效率。蓝大人，这个便送给您了，您府里以后接着用，既省力又高效。当初说干柴房的活抵债是按天数算的，你们才干了几天呀？好意思抵100两吗？可是你们之前说，蓝大人，您府里还有什么活，尽管吩咐啊。速速跟来！不是，从今天开始，蓝府的茅厕也都归你们管了。什么？让我们刷茅厕啊？哎，张兄，我怎么感觉蓝大人故意在整我们呀？赶紧干完活离开吧。这几日张平安生了不少，一直跟着陈畴努力干活呢。正好磨磨他的性子。一个来。再来碗。
真不错。怎么跑到后厨来了？一个一个来，正好喝。排队，都有。你给我尝，好喝吧？再来一碗，比我的水还好。大人，蓝大人，你们来这儿做什么？做粥。蓝大人，近日天干物燥，这大米味甘性平，恰好能补中益气。我特意为您留了一碗，正准备给您送过去，您尝尝。坐吧。张平，这枣香甜可口，你怎么想起做粥了？啊，我发现茅厕如厕用的是司帕和宣纸，塞笔用的是大枣。按说丝缎当蔽体，纸张当书写，食物当果腹。我觉得你们都用错了，所以我把丝帕和宣纸换成了竹片和粗布，把大枣换成了蚕茧，最后把换下的大枣煮了这粥。你干嘛？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张平，你如此羞辱我们大人，是不想从蓝府的大门走出去了？为何是羞辱？我自己也喝了2大碗，要不是为了给您留，我还想再喝1碗。柴房一事后，我的确猜到了，您是故意设计把我留下。您的那些手段我不感兴趣，能够揭发您的证据我也没有了，您不必花费心思在我身上。但若下次再碰上，我还是会查。你既认定我居心叵测，又为何在中魂港折返救我？当时您是受害者，我不能眼看黎娘杀人犯法。这世上还有你这种人，本官也是第一次见。也罢，只要你保证进口不严，其他的一笔勾销，你便可以走了。您欠我的5文面钱得还我。您把这钱还了，咱们就彻底两清了。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你惦记的却是这5文钱。给他滚！还差1文。蓝大人，告辞。佩芝啊，佩芝，你说是爸请我喝茶，可让我好等啊。
莫问见谅，刚料理完昨夜的事儿。张平的事情解决了，暂且落得清静。我看到张平，就想到了10年前的你。曾经我年少时可不曾像他这么直愣。不直愣，不直愣，你我能够相识？烧饼，哎，公子，来一个吧，是啊，这是我们家公子赏你的。请留步。这是我给你家公子补衣衫的钱。哪儿来的穷酸？不识抬举！敢挑衅当朝太尉的公子，你这叫不值了。不过，要不是因为这枚铜板，咱俩也成不了朋友。王大人，请喝茶，请喝茶。喝茶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对张平还挺欣赏的。我只不过是看不惯他的执拗，想看他低头而已。不过，也不得不承认，那小子的确有点本事。后来我去半月楼善后，从贾老板的口中听说，那日张平折返回去，很快就用骑术找到了真凶。什么骑术？你还记得那个发癫的舞姬吗？当日张平给他施了一个叫什么“镜花水月术”，说是可以让人关照内心，回忆重现。果然，他就从记忆中发现了蛛丝马迹，找到了真凶黎娘。回忆重现？你不是一直在找当初带你爹走的那个女人吗？有了这般奇术，或许可以让你想起更多细节。那叔先走了，你们抽时间啊，去我那吃羊肉羹啊。好嘞，我走了。没有。栾大人也来泡汤。我有事找你，刚去了你家，他们说你在这儿。我们之间不是已经两清了吗？蓝大人，有什么事儿咱们还是回家里说吧。嗯。张兄，你书拿反了。你可知郭玉现下人在何处？安利应该流放到了剑南、岭南或者七夕。我是罪臣之子，他捏准了我的死穴，极力栽赃。我若不还击，下场只会比他凄惨100倍。我对朝堂之事不感兴趣，大人有话直说吧。实不相瞒，今日前来是听闻你会骑术，可使人重现回忆，想来了解一下。没问题，大人。啊，我是孤儿，当年师父捡到我的时候，这水气就在我身上。我虽记不起儿时的事情，但却对他亲近无比，好像天生就能和他相互感应。但我并不知道此术起源在哪儿。
镜花水月是我师父起的名字。师父说，此书能让人在水月镜下的虚虚实实中窥见本心。当有什么事情需要用此书探究呢？我想请你帮我找出一个人。张平，你若不愿帮我，我也不勉强。我倒没什么，只是这个事情要看大人自己的意愿。此话何意？如果收了镜花水月书，就等同于对我坦诚心扉，所有秘密毫无保留。若我另有隐衷，无法坦诚的，那镜花水月是没有用的。罢了，你今日全当我没有来过。大人，干嘛？气走了。这位小姐总可以了吧？歌声曼妙，听得我如痴如醉。这还不行啊？哎，这到底什么样的才艺才能打动她呀？是啊。酒，我的酒呢？这华生太能喝了，酒都送来好几车了。哎，他到底要画什么呀？听说他要从全京城的官家小姐中选出一位才艺兼优的，画到自己的封笔座上。啊，全京城？瞎聊什么呢？还不赶紧把酒送上！酒来了。华生，都整整1夜了，家人们争奇斗艳，你赏了30余场，酒也饮了数十坛，可这画儿怎么还是一笔未下呀？啊！什么企业？一个个了无生趣，为俺娥媳白见过。这笔娥媳卷，世上仅此一幅，将就画上去，岂不糟蹋了这笔卷？哎，咱们华圣今日的封笔之作，怕是一幅白卷喽。下一位。户部尚书之女楚启儿，为韦先生献舞。请问，
先帝一样。是啊，后世佳作呀，后世之作呀！好，太好了！楚小姐，你赢了。小姐。对。小姐没气了！这怎么死了呢？怎么不动了呀？他现在人在何处？就在戏台边上。去找他，问清情况。怎么一眨眼人就死了？是，这死状还这么诡异。难道是被恶鬼摄了魂？哎，刑部的人来了！长官，长官，长官！刑部办案，封锁现场。白鹤在。现场发现了疑犯吗？大人，还没。不过，在场宾客说，楚小姐死得蹊跷，像突然被恶鬼摄了魂，定了身。恶鬼定身摄魂，纯属无稽之谈。死因是什么？这中毒，瞳孔放大指甲发乌，是中毒的现象。什么毒这么诡异，竟能瞬间致死，还让死者皮肤硬化皲裂？还有别的发现吗？虽说你对勘验有些天分，但毕竟还差些火候。看到这个烟气了吗？既然表演使的是烟术，凶手可以在烟里下毒。现场表演的时候确实烟雾缭绕，但如果烟里真有毒，不可能只有楚启儿死了，其他人却没事。问一问便知。魏先生，请问，刚刚楚启儿表演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感到不适？小的刚才喂酒流，没察觉什么。小的只是来送坛酒，就退下了。那就问问在场的其他人。我刚刚问清楚了，此案棘手，他也没想到会搞出这么大动静。我们得谨慎行事。他还说，恐怕留下了能指向自己的证物。尽快处理。是，是否先告知王大人那边一声？这次不能再拖累他。来，都退让一下。张平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肯定又要坏事。你们是一起来的吗？我去轰他走。后台有看到可疑的人吗？我先拖住他，你尽快去处理那件事，一定要避人耳目。是。看完表演，我有些头疼，我头晕脑胀的，还有些心悸。有其他可疑之处吗？楚启儿跳舞的时候，着实诡异的很。是啊，我看到四周的景象就像是在流动一样。这烟块里果然有蹊跷。白鹤，去查一下这烟块的来历。是，三位小姐，请随我走吧。听起来更像烟雾里加了致幻药，但致幻药并不致死。都没开始查你就知道？我还没有定论。你这叫没下定论，抬杠。莫文，佩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我本是来凑凑韦先生封笔的热闹，不成想遇到这种事儿。哦，张平也在啊。
这不是上次在半月楼让这小子给搅和了吗？我就干脆给他叫来，看他是否真的有本事。如果我赢了，他就老老实实入我麾下，也别进什么大理寺了，名号我都想好了，就叫黑雕。那若是他赢了呢？难不成你也要入他麾下？这小子口气还挺大的，说他面摊少一个烧水和面的。反正我不是卖面的命，正好佩芝，你来做个见证，免得这小子都输了耍赖。若真是要比试的话，也刑部人多势众，张平只身一人，你若是赢了，怕也是胜之不武。不如我加入张平一伙。此主意甚好。我可以自己查。你小子别不知好歹，今夜现场不是名门闺秀，就是达官显贵，你一介布衣查得动吗？就让佩芝帮你吧，免得我赢了你不服。白鹤，烟的出处查清了没？大人，蓝大人，问清楚了，这烟术是从西域胡人那传来的，而且为了表演效果奇异，会加入致幻药助兴。还真让你小子给说中了。不过这西域的节目，楚小姐怎么会？是从一个叫胡延仙人的杂耍艺人那儿学来的。哦，楚小姐的烟块也是胡延仙人所制。找一个懂药性的郎中，查一下这烟块的成分。是。其他口供都录全了吗？都差不多了。蓝大人，我不需要你的帮助。话不要说得太满。楚琪儿的死状异常，绝非普通毒物所致。究竟是什么毒，这么凶狠？楚琪儿的妆脸，这应该是头饰。这又是什么？若真是毒物致死，凶手也不至于把证物留在现场，坐等着被发现。张平，这楚启儿的花店不对啊！楚启儿额上的花点明明是牡丹，但这梳妆台上的却是芍药。难道凶手是在花店上下的毒？事发之后，怕留下线索，又将有毒的花店换走了？确实不同。都处理了。行事务必要小心。刚才张平险些发现你在暗区，被我使计办住了。哦，多亏大人，属下大意了。你们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？结果如何？刑部的人验过了，花点无毒，无妨。我们可以再寻其他线索。谢过蓝大人，但是我还是想自己查。请便。官家小姐的妆脸都一一检查了，凶犯到底怎么下的毒？
区，刚才的光是从这儿发出来的，有新土，难道井盖刚刚被人打开过？胭脂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大人，郎中已经查验过了，楚小姐的烟块中含有曼陀罗花粉，大大超出了普通剂量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也不应致死。现场的其他人都安然无恙。郎中还有其他发现吗？暂时没有。难道他们给楚乞儿还加了其他药物？对，你倒提醒我了。曼陀罗和其他药物共同作用，毒性会成倍增加。王大人，有新发现。这些胭脂是我在梳妆台旁的暗渠孔中发现的。3楼的胭脂上面有一个明显的圆形印记，应是原来的胭脂盒，后来被人收走了。但奇怪的是，刚才我问那些官家小姐，都说没人掉过胭脂盒。这跟本案有什么关系啊？这说明他们当中有人撒谎。如果只是掉了一个普通的胭脂盒，大方承认便是，何必遮遮掩掩呢？这胭脂一定有问题，极可能和凶案相关。有道理。你不是跟本官打赌谁先破案吗？你告诉本官这么多干什么？我只想尽快知道真相。既然你告诉本官这么多，公平起见，本官也不藏私。刚才郎中已经检验过，烟块中的曼陀罗大大超过了致幻剂量，胡烟仙人的嫌疑最大。那这胭脂怎么解释啊？说不定掉烟只是更早之前的事，现场众人确实不知。但是我刚刚检查花店的时候，分明看到暗渠口中有火光一闪而过。暗渠口下有火光，还有谁看到了？眼花了吧？收队！收队！把他们全部带回刑部。快走！走！大人，属下办事不力，只拿走了胭脂盒，没留意暗渠里还撒了些胭脂，更没想到火折子发出的光，竟被张平瞧见了。此事你被我搪塞过去，莫文也危在深秋。你速去查后，不要让张平再查到更多胭脂的线索。站长，有毒！啊，对了，你跟王大人打赌碰案那事儿我都听说了。那你这是干嘛呀？我怀疑，这胭脂跟命案有关。没毒啊，那怎么办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京城各大赌场都为你俩开注了，王大人赢10赔1，你赢1赔10。
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为你押了80个铜板，你不会让我赔本吧？不好说。陈昭，我尽力。哟，张平，王大人还差胭脂呢。我打算再去飞花阁看看。别折腾了，案子本官已经破了，凶手就是胡言仙人。证据呢？舒淇儿死时脖子上坠满了这种铃铛，猜怎么着？里面塞满了羊池除花。羊池除花本就有剧毒，与曼陀罗合用，可使人丧失知觉而亡。能使人瞬间致死吗？死后皮肤也是硬化皲裂吗？要不然你找人试试。反正这羊池除花毒死一头牛是没问题了。证据确凿，本官抓人去了。本官就知道赢的一定是我。大人英明，我就知道这个张平啊不是您的对手，是不是大伙儿？对，大人英明，吾辈开国。大人英明，我辈开国。张兄，你不是说去飞花阁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王大人已经查出真凶了。啊！曼陀罗5000，配羊蜘蛛3000，即可令人昏死颤抖。曼陀罗5000。羊蜘蛛3000。陈昭，陈昭，在这儿，陈昭，陈昭，陈昭，帮个忙。张兄，我押出的那80个铜板，是我们下个月的租子。过不了几日，咱俩就得露宿街头了。或许还有转机。真的？真的。不过你要帮我个忙。让我干什么都可以。就在前面，快！快！张兄，这个东西真的能把咱们那个租子弄回来吗？有可能。好。叔兄，你一定要保佑我跟张兄下个月还有房子住。楚且是在跳舞的时候，一瞬间僵硬而死，而老鼠从中毒到毒发大约要1刻，而且楚且是浑身僵硬而死，老鼠是抽搐而死，两者死状截然不同。所以呢？所以，王大人搞错了，又或者想对楚且下毒的不止胡言仙人。张兄，1赔10啊！咱们这800个铜板有希望了。真是轻敌了，中了这妖人的毒针，可不，差点就在他手里了。走开我！还想一走，给我咽气！杀人了不知悔改，还拿这玩意儿毒老子，活腻歪了！
楚仙儿为了逼我教他我的独门阴术，他害死我女儿，这种人就该死！我杀了他怎样？只恨我没有把他千刀万剐！押进去！松开我！王大人，王大人，松开我！等一下！王大人，张平，我家大人刚抓完犯人中了毒，能不能让我家大人休息一会儿？佩芝，甘草汁，可解曼陀罗花之毒。谢谢。佩芝，还劳烦你跑一趟。你我之间说这些，便是见外了。听说胡言仙人认罪了，那是自然。那，你与张平的探案竞赛，果然是你赢了。张平，什么时候来我刑部报道呀？如果不喜欢黑雕这个名字，自己挑一个。王大人，其实我想说，大人不仅断案如神，还如此高风亮节，实属我辈楷模。大人威武，我辈楷模；大人威武，我辈楷模。本官最不爱听这些阿谀奉承之词。王大人，胡言仙人是下了毒，但真正害死楚启儿的另有其人。张平，你这样就有点过于胡搅蛮缠了吧？胡言仙人已经认罪，这么简单的一桩毒杀案，到底还有多少凶手？或许胡言仙人也以为自己毒死了楚启儿，但是我在家中做实验，发现老鼠服下曼陀罗和杨枝树的确会死，但是死状、毒发时间与楚启儿完全不同，这说明毒死楚启儿的是另一种毒。人属毕竟不同，这死状有异也是自然。况且，这方剂之学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你用药不知剂量，不论配伍，这死状与毒发时间，当然也不一致。但再怎么说，死状也不会差异如此之大。还有，那个暗渠里的胭脂，张平，怎么还扯胭脂呢？不是没有关联吗？但是张平，你还有别的论据吗？如果没有，胡言仙人已认了罪。我作为见证人，公道的说一句，这竞赛是你输了。难道堂堂一个读书人都没有认输的气量？不是你这莫文，依我看，案子可以结了。不行，疑点还没解开，不能草率结案。再给我一点时间。你这小子，认个输有这么难吗？这不是输赢问题。若是王大人不查，我自己查。胭脂既没有毒，却偏偏那个时间出现在暗渠里，到底有何作用？我看到的火光又是怎么回事？胭脂没毒，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呢？哎，小张平，小张平，这孩子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胭脂没毒，还能有什么作用呢？干嘛的呢？干嘛的呢？张兄，你发什么呆呢？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呢？这几个时辰了，一碗面都没卖出去，你还能揉面揉得如此淡然自若，张兄，我真是佩服你。你怎么知道我一碗都没卖出去？你抄面的漏勺都没拿，能卖个鬼啊！哎，张兄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这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想开一点嘛。输赢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
凶手还在逍遥法外。我不是冲你，我是气自己没抓住凶手。可不是嘛！我本想接个写戏本的营生，把咱们租子都补回来，跑遍了京城大小的戏院，谁知道，不仅活没接成，还受到了一番嘲笑，说我写的戏本都太过胡闹，他们根本就不懂。大不了就露宿街头吧。啊？或者我多卖2碗面，多挣点钱回来。张兄，你知道你今天自己把面摊摆在哪儿了吗？这是咱们摆面摊的地儿吗？嗯，我最近想案子想得太入迷了。不过陈守，你是怎么找过来的？我吃你面都吃那么久了，现在连做梦都是你的面味儿。别说在这个地方了，你就算摆到哪个犄角旮旯，我都能闻着面香找过来。闻香，暗渠四通八达，如地下迷宫，井盖一模一样，想要找到特定出口并不容易。那胭脂，香味浓烈持久，难道是给凶手闻香变味用的？我得去趟胭脂铺。掌柜的，请问这胭脂是你们家的吗？不是我家的。那您能帮我看看这胭脂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不知道，没见过。这个你到底买不买？不知道。我都把京城的胭脂铺问遍了，为什么每家都告诉我不知道？这我哪知道呀？这个呢，不过是寻常的胭脂，京城每家胭脂铺都有，谁知道是哪家卖出去的？多谢。小公子，喝碗茶吧。多谢。请问，您是在做胭脂吗？对，我家常给京城的胭脂铺提供鲜花，我耳濡目染也学了点儿。那您能不能帮我看看，这个胭脂是哪家的呀？看不出来。不过这胭脂有些特别。哪里特别？做胭脂时通常要加点明矾固色才久，但你看这胭脂，福之极去，定是没加明矾才会如此。那这种胭脂肯定不好用啊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女儿家皮肤娇嫩，这明矾又是刺激之物，有些人用了会皮肤红肿，所以很多胭脂店都会卖这种不加明矾的胭脂。很多？那这胭脂也很常见，也很好分辨吗？那是自然，连我都看得出来，更何况那些专门卖胭脂的。看来有人知道我在查胭脂，故意把胭脂铺的掌柜们都收买了。郑州，郑兄，怎么样？咱们租子还有希望吗？可能有，不过你得帮我个忙。你不是京城包大厅吗？你帮我查一下，参加比试的官家小姐中，谁的肌肤最敏感，不能用添加明矾的胭脂。啊，这个好说，我就让你瞧瞧我京城包打听的厉害。快点啊！
馄饨。哎，教官，来一碗吧，大家都有。热乎的馄饨。张兄，打听着了，比试当日，官家小姐们请了个妆面铺子，派出10几位淑娘为他们梳妆。但我听老板娘说，只有玉珍小姐肌肤敏感，当日是自带的胭脂。玉珍小姐？对呀，就是礼部尚书的孙女儿，龚玉珍啊。她可厉害了，她精通各种乐器，筝笛、鼓箫、琵琶、琴瑟，就没有她不会的。而且她长相甜美，是入画圣封笔制作的，不二人选。但奇怪的是，她在比赛前天突然宣布退出，转而去给楚启儿做了伴奏。而且我还听说，自从那日飞花阁比试之后，玉珍小姐就再也没回过家。礼部尚书的孙女，怎么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知道我在查胭脂的，除了刑部的人，只有蓝大人。一直有意无意引导王大人查胡言仙人的，是蓝大人。那天在飞花阁误导我的，也是蓝大人。张平，楚启儿的花店被调换过。蓝大人，他干嘛插回进来啊？难道蓝大人是为了包庇龚尚书的家眷？怎么是你呀？我还当着张平呢。中计了。如果蓝大人真的插手此事，那他一定知道玉珍小姐的行踪。我去盯着他，或许会有线索。龚小姐，关于楚启儿的死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。你是什么人啊？这案子都结了，还来找我们家小姐做什么？你究竟与谁合谋杀害了楚启儿？那儿撒在暗渠中的胭脂，是你给凶犯做的标识吗？那种胭脂没有添加明矾，在场只有你一个人有。你究竟与谁合谋？为何要杀害楚启儿？杀他也不是我的本意，是楚启儿他欺人太甚。起初，我与楚启儿一同竞争入画资格。那日训练结束，他说有事要与我商量。马上便要比试了，你要不要考虑退出，来给我伴奏？我努力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要退出？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！你家那老尚书都快致仕了，你还跟我摆什么小姐架子？平日里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我见了就恶心。我倒要看看你若是失了真，还怎么故作清纯，炫耀才艺。那件事之后，我终日躲在房中，
以泪洗面。楚启儿要挟我，要将此事传遍京城，我怕极了，只好答应退出才艺比试，为他搬走。可我心里也对他恨极了，求求上苍降罪于他，让他堕入无间地狱。世上坏人那么多，苍天哪管得过来呀？你是谁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你那么恨他，为什么不除掉他？苍天帮不了你，我可以。真的吗？他是谁？我也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，他只是告诉我，比赛当日在安渠口扔下胭脂引他过来。你被楚启儿欺凌，固然值得同情，但是彼时你与凶手同谋，致使楚启儿中毒身亡，一事共犯。你还是跟我去刑部自首吧。且慢！你先回去，不要与此人纠缠。蓝大人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已经帮了我许多，我不想再拖累你了。楚启儿欺压梁山，草菅人命，才落得如此下场，怪不得任何人。蓝大人，我已经铸下大错，这几日我着实良心不安，夜不能寐，这才离开你府上，想回去与祖父道别，便去自首。你若不反抗，难道就任由他欺压？这才不是道理。可是我知道你很自责，但是你想想，老师一生清廉，德高望重，眼下即将再遇之事，因为楚启儿这样的人而染上污名，值得吗？况且老师只有你一个亲人了，失去你，他如何了度余生？蓝大人，你一番义正辞严，敢说真的是为了宫尚书吗？案发后，你得知是宫小姐与凶犯同谋，你担心事情败露，让人去取胭脂盒，所以暗渠冒出了火光。之后，你又处处阻挠我查案，还将宫小姐藏在府中。你怎么认定，都无济于事。玉珍不会认罪，你也没有任何证据。你掩盖真相，包庇凶手，根本不配为官。该怎么当官，还轮不到你来论。像你这样的愣头青，即便登科，在官场上也活不过3天。还是回乡卖面去吧。至少我心中坦荡。大人呢？敢说心中无愧吗？蓝大人，宫尚书在书房等你。玉珍现在何处？老师不必忧心，学生已加派人手，全力护小姐周全。你这么做，
是为了举荐的奏书吧？礼部尚书一职，学生志在必得，但我这么做，也是为玉珍着想。他虽是共犯，罪不至死，但是深牢大狱，流放边境，他一弱智女流，如何承受得起？玉珍前阵子茶饭不思，常常神情颓丧。我若过问一句，或许不至如此啊。老师不必自责，学生已将一切安排妥当。只要您一句话，此物便可永远消失于人世间。当年令郎任幽州刺史，因揭露太傅与夫人双双殒命，只留玉珍孤身一人。倘若他们知道玉珍遭逢此事，在天之灵如何安息？老师，如今此事大可转圜。只要您退一步，不仅可以保证您的清誉，也可以让玉珍全身而退。言罪是非，并非君子所为。玉珍是我的孙女，她犯了错，我也有责任。我愿陪她一同受过，即使遭世人唾骂，那也是我龚颂明该承受的。原来蝇营狗苟者，到头来为兰绝一人耳。西路蝉声茶，南关客思亲。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玉心？兰兄，这是你父亲在狱中的明智之时。他若知爱子如今是此等模样，会是怎样的感想？你父亲在狱中于师明志，满腔忠愤溢于言表，直至问斩，也未向任何人透露实情。您与家父既是知交，为何他从未向我提过？正因是知交，怕别人构陷结党营私。那这10年来，为何您从未向我提过半字？为何不告诉你，甚至不肯举荐你？都是受你父亲之托。我还有最后一个不情之请。兰兄，请讲。我呀，死不足惜，但是我放不下我儿兰泉。兰兄，兰兄，你放心，我定当悉心照料，将他视如己出。他是罪臣孽子，收留他会与你不离，只求宗明兄能暗中相助，留他活命。兰兄，兰兄，请起。记得让他永不入室。20年前的那天，难道救下我的那个人是你？
汉贼在何处？悬挂集市口。汉贼问是谁？飞猪集市狗。汉贼在何处？悬挂集市口。汉贼问是谁？我爹就是卖国贼，他们冤枉的。咋了？他被冤枉的。爹就是叛贼。他被冤枉的。住手！切莫再提为父申冤之事，好生活下去。我的本意是让你忘记过去，过普通人的日子。你帮我看家护院，我给你付点工钱，可比你在外面风餐露宿强得多呀，如何？夜里灯烛管够吗？行，管够。好。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子曰：“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。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”子曰：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走吧。而你又才华出众，竟然排除万难，高中3甲。我知道，你费尽心思要当礼部尚书，就是要去南通，替你父亲洗冤。这些年在礼部，我一直对你冷眼相待，我就是怕你升得太快，会为你父亲陷入险境。你父亲的嘱托，我一件也没有完成。他让你活着，我却要你活成今天的模样。他让你不要入仕，可我却眼看着你在庙堂的漩涡里苦苦挣扎。
竟逼得你违背本心，误入歧途。兰兄，宋明有负你的嘱托，我再也不能护着你的血脉了。今后的路，让他自己走吧。大人，于真是抓是留，都由老师决定。我这里到此为止。那礼部尚书之事，另求他法吧。徐东，你知道把于真送回公府。是。蓝大人，何事如此惊慌？小姐失踪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姐收到一封信，说是要约她谈命案的事。我说别理会，小姐非要去。说是可借此让真相大白，便和我偷偷去河边僻静处赴约。那人不让奴婢上前，奴婢便在远处等待。可是我等了许久，又听到小姐呼喊起来，我过去一看，人就不见了。糟了！事情的经过便是这样。你还把我当兄弟吗？要不是龚玉珍被劫走，你还打算一辈子瞒着我？这种脏事儿，我一个人沾手便足矣。可惜我这般不择手段，却将真正爱我护我之人伤得最深。好了，为今之计，先抓到凶手再说。放我进去！你不能进去！张平，张平，王大人，不能进！孙神医的死状你们听说了吗？和楚启儿一模一样。孙神医，怎么回事？宝善坛孙神医前几日离奇身亡，死状也是浑身僵硬，皮肤灰白，有皲裂的痕迹。看来凶手想杀的不止楚启儿一人，可蓝大人却为一己私利耽误了查案。人又不是佩芝杀的。他也想找到真凶，不是啊？要不是他护着龚玉珍，误导查案方向，真凶也许早就落网了。张平，之前欺瞒你、误导你，确实都是我的错。但是玉珍已经被凶犯劫走，眼下生死未卜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尽早可以破案。是啊，就当你之前都查对了，咱们俩继续比试。但凶犯连杀二人，或许还会向更多人下手。为了避免再有人受害，我希望和大人一起把案子尽快查清楚。此毒极其诡异，要想抓住凶手，还要从毒本身查起。楚启儿和孙神医的遗物都在这儿了。既然是中毒而亡，这里或许有蛛丝马迹。我不需要蓝大人的帮忙。张平，佩芝是为了你行方便，你还埋怨上他了？蓝大人行得方便，屡屡使我误入歧途，我不如不要这方便。这不是
孙神医还未写完的那部辩证集吗？这一篇序有问题。落款盖章讲究的是上扬下音，扬为姓名，音为字号，且中间要空出1章大小。但这2章都是阴章，还紧挨着。这印章上残留着一层红色粉末，这不会有毒吧？果然有毒。凶手将其覆盖在印泥上，下手极其隐蔽，不致引起孙神医警惕。盖2个印章，是为了让印泥的面积更大，藏下更多的毒粉。翻动书页时，毒粉被打散飞出，孙神医因而中毒身亡。没错。搜山觅海，博采万物，善变之用，医者之人。花开现世，得见因果。这凶犯做事还做全套啊！序都替孙神医写好了，但是这最后一句的含义，似乎又与前2句对不上。难道凶手想暗示什么？花开现世，这个莲花我查过了，没毒。我听现场人说，楚启儿跳舞的过程中，这个花直到最后一刻才打开。然后楚启儿便僵硬暴毙。毒药是红色的，既然可以藏在印泥中，也很可能藏在这红色花蕊里。毒从花蕊中散出，楚启儿吸入，中毒身亡。这应该就是花开现世，得见因果的意思。这凶手还跟咱们玩猜谜呢。拿支笔。好像是“阴极天”3个字。你方才拿的这本古籍是古墨国的风物志，这里有一些志怪故事。我对墨国的文化有些涉猎，若你拿了太多的古籍，来不及看，或许我可以替你分担一些。那这本你先看吧。怎么有线索？是不是有线索？这里记载了阴极天的传说，称在古墨国建国时，阴极天派出麾下6位圣贤下界，共同教化世人。6圣贤分别是医圣翁乌勒，为神鸟所化，可解世人病恶痛苦；武圣阿那日，舞姿曼妙，教人以舞蹈传递情意；智慧之圣末日根，有4头8匹，传授世人智慧；农桑之圣赞桑，为蚕所化，教会人们农桑纺织；典乐之圣乌有，头戴树冠，审判世间罪恶；还有乐圣罗纳金，擅长各种乐器，为世间带来福音。怎么听着奇形怪状的？等等，前2个有蹊跷。一个能解救世人病恶痛苦，孙神人就是当今
治病救人的高手，一个舞姿曼妙，楚启儿，在武者中就是翘楚。你是认为凶犯是按照六圣贤的特征在下手？如果真是如此，下一位圣贤是谁？莫日根。传说他有大智慧，与常人长相不同。他有4个头，而且长相一模一样。4个头，一模一样。这无名阁，无名阁的封家4贤是京城最负盛名的才子，而且他们是4胞胎。4胞胎。先生，先生，近日阁内有幅画轴被人损坏，先生们都在闭关修补，都没有出来过，怎么会出事啊？血腥味儿。速去刑部报案。是。王大人搜捕未归，只能让仵作先来验尸了。还是来晚了一步。怎么会如此巧合？封家兄弟临死前修补的画卷，竟是6圣贤的传说。应该是凶手有意为之。看来这次他是把红色毒药藏在了颜料里。这里只有3具无头无臂的尸体，为何少了3个头颅、6条手臂和1具完整的尸体？一个身躯4头8臂，现场丢失的残肢正好可以拼成莫日根的造型。孙神医中毒时正在检查草药种子，身体便被钉成这个姿态。楚启儿在中毒的时候也被定身为舞蹈的姿态。难道凶犯用毒杀人定身，是要用尸体造出6圣贤的形象？这么说，凶手也需要孙神医和楚启儿的尸体。用真人造像，真是闻所未闻。那这惊堂木和这绸缎，为何被放在这里？凶手或许是故意留下剩下2个受害者的身份线索。大人，尸体验完了。大人，3名死者的死状和楚小姐一样，是中的同一种毒。那3具尸体为什么只有少量的血？死者均是先被放干了血，再被砍去头颅和手臂。那血都去哪儿了？阁内并未留下血迹，而且还有一处蹊跷，3具尸体上均有跳蚤的咬痕。跳蚤？这封家4贤出身名门望族，这无名阁也打扫得一尘不染，怎么会有跳蚤？跳蚤喜在阴暗潮湿处活动，不会无故出现在这儿。无名阁守备森严，封家4贤一直在这里闭关作画。凶手是怎么进来投毒的？又是怎么将尸体和残肢给运走的？应该还有其他通道。什么声音？好大的血腥味儿！竟然在柜子里挖了个密道。
快去通知你家王大人。是。竟然还挖通了暗渠，又是暗渠，看来凶犯都是通过暗渠活动，他应该没走多远。有拖拽的痕迹，刚才那声音应该是拖拽中午发出来的。向左去了。水流把痕迹都冲走了，前面又有岔路，只怕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追了。关水闸，等水退了，凶手就会留下当时走路的足迹。志东，我们先往前追，你去关水闸。大人多加小心，我速去速回。嗯。水位下降了，他会留下痕迹的。尸体的残肢都在这儿了，凶犯一定就在不远处。那儿有个洞口，进去看看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像是个囚室。药罐，关的是病人。这不是药房，这是毒房。什么声音？这是天雷！
这里不安全，快起来！堵死了！别费劲了。谁？我是鬼，暗区里不见天日的幽魂。故弄玄虚，你到底是何人？你们看这交错的水道，像不像京城的经脉？京城若是人，这儿便就是他经脉中的一块毒疮暗流。你到底在这干了什么？到这儿来的人都领教过毒入骨髓的滋味，一命呜呼了。你把他们都害死了？无知，生死本来就是人的两面，只有尝到死的滋味，才知生为何物。你杀孙神医和楚启儿，用意何在？你这么聪明，我不推论推论。龚玉珍呢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他是我的夜生罗纳锦，还没到他降世的时候。不许伤他！知道为什么这儿如此隐蔽吗？因为进来的人就是死路一条，里面的人只有死了才能出去。你受伤了？这里阴暗污秽，容易感染，还是赶紧包扎一下吧。张平，我知道你心中对我还有怨气，但眼下我们受困于此，生死难料。我愿与你同心协力，相互。有办法了。凶手是按照六圣降世的顺序杀人，岳胜是最后降世的，所以凶手才说还没到宫小姐死的时候。只要我们在他动手之前找到另外2个人，我们就有机会截住他。对牛弹琴。我刚在想案子，但蓝大人的话我听见了。您刚刚救了我，我该向您道谢。谢过蓝大人。但宫小姐的事情，您的确做错了。无论您有什么理由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你这份至死之心也是弥足珍贵。对了，你刚刚说剩余的2人，那2人会是谁？还没答案。按照他之前挑人的标准，应该这2人也是各自领域的翘楚。
等等，你还记得六神画线上的锦缎吗？当时我背脊深想，如今回忆起来，那便是原厂坊的赤霞鎏金缎。此缎是用金箔和丝线编在一起，也被列为贡品，只有原厂坊的吴娘子会吃。果真如此的话，他选择的农桑之圣赞桑，极可能便是吴娘子。那惊堂木呢？上面有大理寺的印记，典狱之圣乌有，就是大理寺景陶大人。不好，接下来他要下手的就是这2位。我们得赶紧出去，多耽误一刻，他们就多一分凶险。也不知道旭东和莫文何时能找到我们。您不觉得奇怪吗？凶手从开始行凶到现在，经常留下线索，好像和我们玩游戏一样。刚刚他说那些故弄玄虚的话，也许也藏了谜题。生死不过人两面，只有尝到死的滋味，才知道生为何物。会不会凶手想说的是，万物相生相克，生死相依？既然入口是生门，必有死门与之对应。外面的人进来就是死，里面的人只有死了，才能活着出去。这里是焚尸炉，焚尸炉就是死门。蓝大人，烟道就是出口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来人啊！救我们！我们在这儿。是张平，你们在哪儿？是徐东。来人，张平，他们在下面，快！下来！大人，裴之，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先别管这个了，吴娘子跟陶子清有危险。时间紧迫，你我兵分2路，我去找吴娘子。好，我去救陶思清。走，走。一念错，便觉百行皆非。一念错，万善全，使得一生无愧。万善全，使得一生无愧。陶大人，不能上肉，不可！没有反门飞出。没赌。干什么？这是何意啊？陶思清，恐有凶犯要置你于死地，还请您去净尸3弊吧。这怎么是好啊？本官终日钻研这春风化雨教化犯人之策，他们怎么可能会杀我呢？我原本觉得吧，即便再十恶不赦之人，也定然良心未泯。只要他们多看看春杜鹃、秋霜菊，多听听落雨声、鸟雀鸣，就一定能净化心灵，洗心革面。可他们真是辜负了我的良苦用心呐！陶思清，盯上您的是杀害楚喜儿跟孙神医的凶手。他们怎么还盯上我了呢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但凶犯的手段诡谲，下毒于无形，您还是先去净除3弊吧。其他万也无睹。裴之，
吴娘子死了。圣人之仇，竟有此等嗜血凶暴之人！陶司卿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你这大理寺的布防，王侍郎，既来了，就千万别拿自己当外人，想在哪里布防都可，一切以抓住凶犯为先。你干什么你？你要谋害我你？马叔，马叔，您找我有事儿？啊，帮叔念封信。啊，我这儿子在南方戍边，叔也不认识其他识字的人，这不就来找你了吗？行。子义在拜稳中，爹近来可安好？儿在军中衣食不缺，爹无需再寄钱来。眼看立夏将至，爹是司部贵贱，可裁一身新衣，好为夏衣。爹即便一人过节，也不可草草，一定要吃五色饭，讨个好彩头。儿身在军中，日日盼归期。子义。长大喽，孩子长大了。如果以后再有信的话，您可以直接来找我，我帮您读。叔就不麻烦你了。哎，我听别人说你和那个刑部的王侍郎查楚家大姑娘的案子。是，可惜凶手还是没抓着。叔突然想起来了，楚家大姑娘这个死法，很像子义跟我讲过的一个南方的传说。您说说。在南方的秘境中住着一个神秘的部族，这个部族呢，他与世隔绝，常年呢隐居在深山老林之中。他们会一种本领，能够夺人魂魄。也正是因为这个本领，他们触犯了禁忌呀，一夜之间遭到了天谴。据说当晚呐，只听轰隆闷响，天空瞬间亮如白昼，村落上空大片血雾弥漫，遮天蔽月，整族的人原地僵立而死，浑身呐开裂呀，像是被抽走了魂魄似的。各地州县的大案要案都会送到大理寺来复查。如果真有奇事，一定可以在大理寺的安都库找到记载卷宗。20年前，正是圣上登基、改元永宣的时候。岭南道岳长县摩罗村卷宗，就是这个。永宣元年7月，岭南道摩罗村发生命案，全村无一幸免，俱僵硬而亡。彼时血雾笼罩，不辨天日。深红之故，栈道被毁，修复耗时数月有余。经查实，乃因修习邪术，天降血雾，天谴而亡。经复审无异议，结案。世上怎会真有天谴一说？听起来，摩罗村人也像中了红色毒粉。当年从京城到摩罗村需要多久？
回去吧。你去哪儿？不关你的事。你是不是发现线索了？我或许帮得上忙。你不是想知道从京城到摩罗村要多久吗？那片地形复杂，行进速度不同，很难算得清。我可以帮你。湖泊行船，需走5日；穿过丛林，需走7日；沼泽难行，需走20日。如果舆图准确的话，应该是在90日左右，比官道多出了1个月的行程。张平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跟佩芝有话要说。与此案有关系的事，我都应该知道。不关你的事儿。为何与我无关？若两岸有关系的话，查清此案，也有助于抓住凶手啊。张平，这是我的私事。你不是担心陶四清吗？大理寺正好无人坐镇，你赶紧回去看看。不是，宗哥。这摩罗村就在古驿道上。我父亲是永宣元年4月处理的家。当时路遇山洪，栈道被毁，父亲曾来过一封家书，说要绕道而行，要走3个月才到。3个月的话，正好是7月初，那村子不就是7月初出的事吗？他是10月初返京遭问罪，细算10日，正是在这个村子附近折返，路上耗费3个月，时间刚好对得上。那这就对了，佩芝，你不觉得这2件事又过于巧合了吗？你爹刚一到那儿，村子就出事儿了。当年的事确实蹊跷得很。我回想父亲临行前说的话，总觉得南境之行虽有凶险，但他也并非要行悖逆之事。为父就要去趟南境，倘若顺利，2月左右；倘若不顺，恐怕还要多些时日。不顺，可有危险，能不能不去啊？曾子妃子相曰：“子好勇乎？吾常闻大勇于夫子矣。”那什么是他说的大勇呢？虽千万人，吾往也。所以为父不怕，只是不想让他人代为父冒这个风险。父亲把这个香囊随身带着，就当觉儿陪在父亲身边了。等我再见到父亲，便是在断道台上。虽世人都说我父亲通体叛国，但是我知道，即便是以死相险，他也不会做出不忠不义之事。我知道。若此案的凶犯与摩罗村一案有关，那抓住他，或许就可以解开我父亲受冤的谜团。那为什么不把事情告诉张平呢？他条理清晰，又懂镜花水月，或许真的可以帮到你。当年南征军惨败，数万人战死沙场，这是朝廷不愿提起的旧事。我父亲亲口承认通敌叛国，这其中的蹊跷之处，朝廷却不深究，而是急于盖棺定论。讳莫如深，可见一斑。若想重查此案，那便是要打朝廷的脸面。被这个愣头青知道，不出2天，就要闹出更大的事儿。小柯，小柯，小柯，上个茅厕怎么这么久？你没事吧？要不我进去看一眼？今天怕是吃了什么不是的东西。
张平性格耿直，从未受过官场的洗练，故能守住本心，这一点难能可贵。但也恰恰因此，他不知其中水有多深，做事情总是会失了分寸。我担心他过刚易折。裴师，此事就交给我了，我一定不惜一切代价解开你爹受冤的谜团。咱们都在大理寺蹲了这么久了，凶手怎么还没动静？你也值了一宿夜了，早点回去歇着吧。大清早的，街上还一个人没有呢，这个人在干什么？属下连夜探查，发现除了吴娘子和封家四贤外，孙神医和楚启儿的遗体也被人盗走了。那暗渠下的洞穴也崩塌了。这边情况怎么样了？禀大人，值守的兄弟分为3队，每个时辰2队轮流交替，剩下1队则在大理寺中继续搜查，并没有发现血雾毒药。陶大人如厕2次，宵夜2次，其他并无异常。不可松懈，继续严加看守。是。虽说没什么线索，但若一直待在大理寺等凶犯上门，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。大人，方才我跟张平轮着结束离开，在路上遇到一个哑巴2皮匠，拉着一板车尸体，比划着示意自己拉不动，非跟我们纠缠不清，想让我们帮忙。此人看着有点怪，张平看他的眼神也有点怪。后来，张平就过去帮忙，我也想过去帮把手。嘿，他却讥讽了我一通。你们连胡椒粉都觉得刺鼻，更别说恶臭的尸首了。什么意思？谁嫌过胡椒粉刺鼻了？他还说什么了？一会儿蓝大人不是要过来吗？你就在这儿好好等家大人吧。还有，我回家顺路，你回蓝府又不顺路。不对，张平家在小耗子巷，要往东南方向走；去玉庄要往西走，怎么可能顺路？这一定是他在给我们暗示。许潇带1队人留守，其他人跟我去玉庄。是。